时候，如果让你选一个颜值就是很有特点，但是只有5分的，你能接受吗？这个题要选10分跟5分。哦，因为他们说你最帅。没有，不是。夏之光跟我说你最帅。真的吗？是啊。捧杀。夏之光是不是跟你关系很好啊？啊，还挺好的，小弟弟。哦，明白了。其实我觉得，怎么说？我觉得有趣的灵魂，如果在长久的生活当中，其实是更重要的。万一他就只能那个长相，灵魂也不有趣儿，就长得有趣儿。但是不对啊，不是有趣儿的长相，千篇一律的10分跟独具特色的5分吗？对啊，独具特色的外表只是指外表是吗？对啊，然后灵魂也许是很无趣的灵魂。对啊，但是外表看着特别有意思。这种人真的鬼斧神工，这种人真的存在吗？当然存在了，我有很多朋友都是这样的，回头介绍给你认识。我为什么黑我朋友？但不是说2种，如果说是2种东西，如果比如说有一个缺乏的话，应该会用另外一个把它补上来啊。你把上帝想象的太美好了，很多人真的就是有一种缺乏，另一种更缺乏。是陷入一个怪圈哎。对，就是要强制性要说一说这种人的好，对不对？5分的好，很独特，然后人群当中一眼能找到他。对，还有呢？还有很安全。会很安全吗？会吧。就没有人搭讪，对不对？就像你们这种走在街上会有人搭讪。我也没有啊。你走在街上没有人搭讪吗？为什么？走得太快。我相信自由自在，我相信希望。就后面大家基本都在追，是吗？就跟上我的脚步。假设我们一起在外面遇见的话，我也不会轻易去跟你搭讪，因为我会觉得说，你会不会觉得我对你有意思？但是一个5分的人，你就可以很快乐的去跟他搭讪，因为谁对他都没意思嘛。我这样说是不是又骂人了？这一期能播吗？这一期不播了。但是我赞成，我赞成那个5分的人可能会相对于10分的人更加会让人有安全感，会让人有一种倾诉感，对，我觉得这个是有的。什么样的颜值你觉得算是千篇一律的？你问出来这个问题，其实我脑子里面其实已经有答案了，但是我觉得我说出来肯定会得罪，千篇一律，我觉得就是整容零，对，大家就不要整那么相似嘛，换几家医院整。对，我也觉得，就不要去同一家，都整得太像了。所以我觉得千篇一律，我觉得并不是说好看的人是千篇一律，我觉得这个千篇一律指的是相似的人，就是通过追求美貌，但是过度的去追求这一个美貌，导致变得千篇一律。怎么看待给颜值打分这件事情？刚刚我们聊过的，我觉得每个人对美有自己的定义。就好比我跟我们朋友有时候逛街也会觉得啊，刚刚那个女生很漂亮，然后我说哎，刚刚那女生很漂亮，我朋友就会说还好吧。所以我觉得对颜值定义这个分数，我觉得没有一个很死的一个分数，但是我相信这个分数是有一个及格线的。比如说好看与不好看其实是可以分辨的，就是5、6分是可以分出来的。对，但只是说在你心目当中，它是不是一个10分或者是9分？如果让你给自己的颜值打分，你会打多少分？我吗？我可能6分。你给自己打6分？真的。其实我真的没有觉得自己长得很好看，我觉得都是捧杀。就如果你给我的外形打1个分，你会打多少分？不用客气。之前看就是奇葩的时候，薇薇姐给我的那种感觉就是很咄咄逼人的感觉。但是这样近距离的接触之后，我是觉得还蛮温柔的呀。对啊，因为我不打辩论，我干嘛那么凶呢？所以有加分啊，有加分。我觉得8分。这么高，你给自己打6分，给我打8分。希望大家记住这历史性的一刻，他6分，我8分，好吗？真的啊？真的有啊？那今天是我们的互吹环节吗？商业互吹对吧？商业互吹环节打一个字。商业互吹，你是喜欢别人夸你很好看呢，还是喜欢夸你很聪明呢？对于我自己来说，我认为个性跟内在高于外表。明白，就是外表差不离儿就行了，就是对，
差不多就行，就看得过眼就可以了。对。但是一个人的性格，一个人的智商，其实非常影响他跟人类的交流。对。哦，那你真的很了不起，很少帅哥会有这样的自我认知。No， 因为我只是觉得，因为我年纪是组合里面最大的嘛，然后因为其实我是方便问一下多大吗？今年10月27。对。我不会跟你过生日的。那我们现在就把生日过了吧。好的，那我们跟肖战的聊天呢，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。说真的，非常高兴认识你，因为你个性很成熟，你长得也很可爱。非常开心认识你。那我们现在就开始自拍吧，好不好？好啊，我有。主要我也不太会自拍。开一个美美的滤镜吧。谢谢。我说我加上你。好啊。3、2、1。好嘞。好，谢谢。好。哇，你这戏好多，这人戏好多。没有，其实我当时听到说要跟薇姐聊天的时候，我就想说嘴下留情。你在恋人关系中是更愿意当白天鹅，还是更愿意当癞蛤蟆？对，有点现实的说法，就是长得好看，说啥是啥。回顾一下自己的感情经历。对，你说的对。太透了。我会觉得牵手和拥抱是一件很温暖的东西。